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钥匙。明天的话会有淘汰，就会有夺回仪式了。是的，黑月张飞，老虎弗洛伦没问题，不可能放的，连扳4把，固定扳。all in。AGL 要不要直接公孙离家少4元？但这样的话 ，Blacklist 可能就会张王，因为 Blacklist 也拥有张王这套组合。就我觉得可以出，因为 AGL 3轮还有个关羽或者补个凯都行。公孙离家达摩，防一手，给轩冉拿到了一个达摩。今天轩冉几局下来，包括前面一场对阵到 VT 啊，其实是用了4个不一样的英雄，法提赫、蒂凡罗，然后再到上一把，以及这一把的达摩。小乔加墨子又是这种组合消耗阵容，3楼大概率是个少4元大长手。但是我觉得 Blacklist 这种打消耗的思路还不是一个很好的去打 KPL 队伍的一个选择。我觉得他是打那种强进攻，对，就不如来个 combo 切的简单一点的，对，直接进就操作了。比方说像 VP 的时候，拿那个火舞、双刺客之类的，有货物加进这种简单一点的、粗暴一点的。但是钟毅说你不出镜，我要出镜了，直接把关羽搬掉，再搬个圆团，为镜搬的，张良也搬掉。那现在放在外面比较好打镜的英雄不多了呀。有一手杨戬，他们感觉有可能会出，就是还是偏似于那种野合这种对抗的，廉颇搬掉。他们辅助的话还有一个拉普，他们游走已经出了。对，墨子，反而是这把大帅选什么？我觉得到了 BO7 大帅这儿可能有点头疼了，拿什么游走英雄？这现在已经 BO3 左边已经搬了3个游走了，有少4元和安奈特。安奈特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哦。哦，刘邦加晋，好复古，好久不见。大帅又开始整新活了。但是九金没了，老虎也没了。野合其实有一个，不过可能要被禁野区。露娜其实在本次的 EWC 版本还梯度挺高的，但是得看 Justry 这里敢不敢掏。主要如果再选露娜的话，就是一个3AP， 对，因为可能就会早点把魔女穿身上，而且核心会有点多，还在纠结怎么选。要不要来个宫本？宫本其实不错哦，这把云鹰加狂铁，容错率拉高非常多。但这个阵容强开团靠谁呢？可能只能靠狂铁和云鹰2个人。直接杨玉环大拉扯，你的前面的小控制太多了，来个反手。而且你的手比较长，我可以靠杨玉环来探查这个视野。这样的话，其实这把中毅应该会打得非常放松，他可以大胆的操作。有杨玉环的大招，还可以刘邦的对刘邦大招直接落地传，他可以瞬间有个护盾，甚至还有轩冉这里的达摩可以给他进场做一个拆火。反倒是 Blacklist 这边，他尽可能要通过前中期的一个对线的优势，还是要早点把这个团给打起来。哎，那这么着，应该主战场是在发育路了。对，这把敖影加墨子，而且其实 AGL 这边不好换线，达摩这英雄换线非常难受。以及刘邦这个点啊，他作为游走位的话，其实前期他会有点弱的。对，就到4级之后他多个大招。但镜头给到了一诺，刚想说表情开始变得冷酷了。来吧，这一场 A 组的胜者组决赛 ，Blacklist 对阵到 AGL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鹿。大家好，我是北岛。哦，还是硬换线。那这样就看两边的对抗路谁抗压扛得好。其实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墨子你可以考虑直接去帮狂铁，直接给了一炮，再给了一扇子。看等会儿追到对线之后，会不会让墨子直接上去？然后看到下路是个达摩了，墨子应该上去了，往上走了。狂铁这个英雄其实在前中期不能被对位领先太多，他毕竟是个前中期要赢强度的英雄。但这波已经被消耗的有点残了，硬吃第一个兵是。被打成丝血，拿状态硬换，挤过来还是要拿这个赤甲。
哦，刘邦在本次的 KWC 他的 ID 是赞尼尔。这个之前看过，就是 KIC 的时候，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。是的。但墨子一个人过去不够啊。看下一波，要不要再让小乔也来一波？主要刚刚小乔在帮云音提速。是的，这波是为了卡些墨子的经验都比狂铁要高了。达摩这边1v1打奥印的话没任何问题，能扛得住。这把的开局，两边就打的相对来说比较平稳了。AGAL 这边就把进攻进行彻底，对，转中路清完线，直接转到对抗路去。等一下看这波，杨玉环2技能直接把墨子的闪现给憋了出来。啊，墨子没办法，这个兵狂铁吃不了，只能他自己用炮来吃。他不吃的话就是纯亏。哎，这波的话，狂铁小2闪，反被逼了个闪现，吹起来，再接一扇子，伤害差了一点。云音的距离差了一点，不够大招的距离。这波直接4个人过来帮狂铁截一波，终于到了4级。AC 这一把其实对于公孙离这个上路是倾注了很多的关注的，一直在打上线，就想压着这个狂铁打，尽可能在前中期把狂铁这个点经济压制的足够低。对，包括轩辕刚刚其实也放了线过来支援，这样的话下个回合可以给到一诺。哦，传下去了，想把线换回来。这样的话达摩得过波中，杨玉环得过波上。还是下路现在有一些小野怪。要把公孙离经济趁早喂起来。那现在狂铁自由了，终于能吃到每一个兵线了。前面2分钟真是有点痛不欲生。下路达摩和公孙位置埋伏了一下，但其实狂铁还是得小心，就如果正常1v1的话，后面可能突然出现个劲加赞尼尔。而且刘邦现在已经到4级了。对。There, pull out the root of the problem. 往上路包过去。跑一下，吹起来，只追到一个达摩，再给一扇子。现在整体 Blacklist 的节奏也比较的滞缓了。他们也找不到突破口，然后野区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去刷，然后只能说在河道的时候让小乔和墨子找有机会吹到了，再接一炮。其实4分钟这波 Blacklist 是要打的，他们这个阵容强度是在的，特别是敖影加墨子小乔的这个阶段的 combo 是一定要接的。AGL 直接摸龙，直接动手。Blacklist 赶过来时间有点晚了，最终是被杨环拿掉了这条龙，反应的有点慢。这样的话，其实就正面5个人浪费了很多时间。对，而且蓝区其实已经刷了，得赶紧回去刷，不然至少搁20秒钟。这波其实挺亏的。中路线又到了，表面上其实看没有什么的爆发，这波不能死，再死的话蓝区要丢。怎么说？哎，下路爆发了一下，又环倒了，中路也突然噩耗连连。云的蓝可能要被禁。是的，两边是形成了1换1，下路。给个3火吹起来，花伞躲掉，再飞龙往后撤退，一诺倒了，墨子的一炮给收了。看后续敖影这边能走吗？能走掉，一丝血。刘邦这里没有技能了。然后上路的话，静和达摩是做了波截线。虽然这波是 Blacklist 打了一波1换2，但是他的蓝区丢了，主要这波中路会很肥。刚是中下2路突然。双方的这个目标不太明确，长生应该是被激活给秒了，是的，闪现都没交出来就直接死了。等会儿不知道有没有回放啊？就两边各自在打不一样的这个节奏。那 Blacklist 这波其实乐塔还听过的，他没有说因为 AGL 去反他蓝直接不进攻了。就本身我们的关注点可能在于云音的这个蓝区的速率被拖缓了嘛，对。但是突然下路他们抓了一波反节奏，很清楚他们这种擒龙期是必须要起节奏的。对。杨玉环2闪晕了过去，云挑这里挑起来，自己还有个霸体能撤出来。黄铁再拍2个，2个人，然后有大招可以再做撤离。刘邦传了一个大招，做了个保护，有护盾，反而正面的狂铁要被风筝了，最后还是倒了。那两边是做了波0换2 ，AG 是打赢了这波中路的交火。第一波 combo 虽然是已经接上了，但是毕竟面对的是一个达摩，秒不掉。这样的话，后续只能被 AGL 反打了。
杨玉环加刘邦这个英雄，你第一波技能一旦几乎秒不掉，原地2个大招立马反打。最主要是可能打这个刘邦加杨玉环的经验不是很充足，就 Blacklist 刚刚有很多的控制技能是交空的。哎，这个阵容啊，拉扯能力非常强，你很容易把这个控制技能打到一团棉花上。而且云鹰的第一件是黄盾哦，整体的爆发可能也不够。这样的话 ，Blacklist 现在这种有点要走下坡路了。就前期的强度已经有点不复存在了。对，主要经济差其实在6分半的时间有3000，已经挺大的了。接下来只能看墨子、小乔还有云鹰这3个长手技能的一个配合，能不能抓到一些空档和机会。红 buff 是被云鹰保住了，但是中塔一诺这里一直在偷点，换位要回去收野区了。一炮，但是看到是个杨玉环 ，Blacklist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欲望了。看这一波，红草里面其实有近在埋伏。敖影这边是一个冰脉的，有大招，直接逼大招，很赚。你看这波是发现了，但渲染也被找出来。这个视野直接让，因为近在下路落头了。开始打3线了呀，131的一个分带，主要是因为邦有刘邦，而且随时传过去的话，由于经济领先，证明2个人能够撑很久。但我来去再摸了，控一下，这波一诺有红的。Blacklist 这个消耗阵容现在打得非常难受，没有开团，他们得抓一波，下波如果 AGL 还敢打3线，正面要开。达摩渲染先开，直接上墙，一顿技能伤害就秒掉了墨子。哇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！这一闪，武将开始大展拳脚了。这样的话，伤害塔估计也得放。离不开我就开，杨玉环再来一个傲闪，配合上一个达摩进有大招，直接把狂天秒了，进已经 killing spree。刘邦再接进场，有机会能推中路高地。是的，是的。哇 ，AGL 这波非常敢打啊，很连开了2波。第一波是达摩的一闪，第2波杨玉环的2闪，然后开得非常果断。进了大招和刘邦传大，是的，一气呵成。这样一来，其实这把感觉 Blacklist 有点走远了。这边看不到翻盘点了。对，就在我们的这个上帝视角，可能看到 AG 是怎么往前摸进的，但是我相信刚刚在 Blacklist 的这个单边视野里面是很吓人的。对，第一波达摩一闪，虽然说给了拆火，但已经接不上了。第二后续2闪，晕2个，这个时候进换位，刘邦给大招，大招再锁，接的非常完美。然后公孙离带着红在后面不断的给伤害。其实 Blacklist 还是挺吃他们团前的消耗的。他们如果不能先手，如果反手的话，这个阵容很容易被直接秒掉1到2个。就是前面北岛一直在说的这个墨子加小乔，但是现在好像视野有点压不出去。已经过了对线期了。是的，三火抽了一套，转中高，中意开大推塔，直接扑掉，磨完就走。现在我觉得 Blacklist 还是要找机会去强冲一下，还是得硬开一波。看下一波10分钟能不能在 AGL 开龙的时候，另外一边如果是人少的情况下，能不能正面冲一波？不能再在高地上坐以待毙了。但明显这把 AGL 是有刻意在提速的。这个刘邦一拿出来都直接3线了。对，9分半钟的时间节点，应该是把线断了，然后反红。上高也拔掉了。看10分钟 AGL 要不要双龙，这把是可以双龙的。有刘邦可以传送到另外一边。看他们小地图的一个走向，先给公孙离拿个红，还不拼一波吗 ？Blacklist 再消耗一下，有回闪，很稳啊，还是先开暗影暴君。然后达摩上路藏视野，再把线给护好。而且杨玉环和达摩的闪又好了，感觉下一波渲染和长生又要强开了。小乔这里也买到了一个辉月，这一波可能要决一死战了。拿完龙之后，这就是 AGL 最强的一波了。3路兵线，上中2路还是个超级兵。看达摩的位置，先吃个3火不痛不痒。渲染达摩要开了，杨玉环和达摩伺机而动。
先等兵线过来，墨子一炮，再接小乔，吹了一下，伤害是值不够啊，直接被刘邦给秒了。近开这个大招再换位，先收了一个语音，还在持续换位，摇一换，再来一个大招，再接一个闪现，收掉了墨子，兵线直接进来了。敖影飞龙在天想给巨龙，但自己落地就被刘邦有一个小兵，公孙瓒完成了 double kill， 兵线进来可以直接点掉水晶，让我们恭喜 AGL 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，顺利的晋级到了我们下一个赛段淘汰赛。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席。再次恭喜 AGL 战胜了 Blacklist， 而且呢是2比0的一个比分，非常的快速，他们的状态也是蛮不错的所以说呢，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来自 KPL 赛区的2支队伍 KSG 和 AGL 同时进入到了我们后面的淘汰赛阶段，再次恭喜他们。然后会拥有2天非常宝贵的一个休息的一个时间，因为毕竟也是我们 KPL 那个第3赛段刚开始，然后就直接来我们巴黎了。巴黎了以后，休息了1-2天来打这个比赛，然后又能获得2天。